Hello， 欢迎回到母汤人生，这里没有糖也没有滤镜，只有陪你诚实面对的真话汤。今天开始，我们将进入全新的彩虹旗系列，6个颜色，6个关于身份与存在的故事。我们从红色开始，它象征着生命，而名字就是生命被叫出来的第一声。你的名字是你选的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名字不只是户籍上那几个字，也包括别人对我们的称呼、理解，甚至于贴上的标签。像是有人说你很 man、小公主、T、伪娘、正常人，但你心里知道那不是你。那甚至不是一个称呼，而是一个扭曲的期待。以前曾经有被叫过一个我完全不认同的词，对方听我讲完话，对方笑着说死娘炮。我没有回话，却在心里突然一沉。不是因为那句话有多伤人，而是因为我忽然发现很多人根本没有想听你说自己的版本，他们只是在等一个词或是一个表现，好可以把你塞进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的框框里。那一刻我就懂了，有些人用他的词在替别人写故事，而且不问对方愿不愿意。名字本来就是让我们认出或者是被接住的，但当那个名字不是我们选的，而是别人贴的，它就变成一张标签纸，把我们连在某个框框里，还可能永远撕不掉。纵使撕掉还有残胶那才是更麻烦。在多元性别社群的世界里，这样的标签尤其多。你是同志那你一定很会穿搭吧？你说你非二元，那你到底是男还是女？非二元宇多田光前阵子也称呼自己为非二元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他有这样的疑惑呢？会觉得他是男是女吗？对我来说，宇多田光就是宇多田光。有时候这些词是很有力量的，但有时候它只是一种分类法。也许你会问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些名字、这些框架不是自己选的？有时候就是某个瞬间，你突然醒来，你活在一个原本看似和平、有秩序的世界，每个名字都有人帮你准备好了，连您该怎么活都有人替你安排好。但某一刻你开始怀疑，这真的是我吗？还是我只是被命名的那个角色？无糖人生不会逼你马上站出来改变什么，但会陪你慢慢感觉，慢慢诚实的面对被你塞在社会夹缝中的那个自己。红色代表生命，而我觉得真正的生命不是被谁叫出来，或者是贴上什么名字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好好地、清醒地活出来。所以我想问你，想被怎么称呼呢？什么词能让你感觉靠近自己，而不是被定义？也许我们不是要去标签，而是想要自己决定标签，甚至在某个时刻，我们可以选择不贴任何标签，纯粹做一个人，好好活着，好好生活。我想到无糖人生的第7集提过阿妹说的一句话，我希望让同志这个称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对我来说，这句话不是否定身份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如果在这个世界够自由、够宽广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特殊词来解释我们是谁，我们可以直接活出来，而不是先被叫出来。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一件事情，你现在用的名字是你选的吗？你有没有想过改名字的冲动呢？如果现在有机会重新命名你的身份，你会想怎么叫自己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也可以写封信给自己。名字是我们跟世界打开连结的方式，让我们不必再躲藏，不用再解释，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我就是我。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这些，这里是母堂人生彩虹旗系列的第1集，我
我们从名字开始，慢慢走进每一种认同的颜色。下一周我们将会进入第2集，活着还不能算勇敢吗？如果你喜欢这一集，欢迎分享给你身边那个曾经被叫错过名字的人。我们下集见。